大家好，人生就是一场迷局，爱情同理，所有的离离合合，很多的时候其实都是男女主各自读不出对方的心思意念出来。王一博突然一句"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您读得懂背后的意思吗？真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简单的延伸吗？跟着赵丽颖突然一句 "Welcome again"，这种相当奇怪的英文表达方式，您知道老是被人贬损、学历低下的赵丽颖心里面的真实的所思所想吗？更加吊诡的是，这两个人几乎前后脚的这一前一后的中英文对照，居然都是一致写给作家韩寒的四海的一种宣传的文案。您猜得到吗？人世间一种心灵上的呼应，真的是属于心有灵犀。许多夫妻生活了一辈子，都各自找不到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有些人即便素昧平生，却能够通过一个眼神，甚至只言片语，传递出大量的信息出来了。不管信还是不信，这就是所谓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最高的境界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关注。2022年1月29号晚上9点35分，王一博的个人信息平台上出现了这样一条的信息，也就是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韩寒，尹正，大年初一看四海。跟着呢，就出现了100万的转发，22万的评论，以及306万的点赞，非常非常惊人。表面上王一博是通过这种发微博的方式，简简单单的为自己的摩托好兄弟韩寒和尹正宣传他们的新片《四海》，对吧？这文案说白了很王一博，因为间接明快，到处都是梗。说到这新闻，我不得不赞上一句，这个一向都是话少活多的王一博，果然是个心机多多的100万级别文案。说到这，您说说看，他的梗到底在哪儿呢？在新闻我一向与别不同的眼里，单就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这么一句简简单单的话，就已经做到了一语五关的了。不知道聪明的您能最终猜中几层的含义呢？其一，四海之内皆兄弟源自于《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本意是天下一家，天底下的人都像兄弟一样的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四海在这里指的是全国、全世界，五湖四海，都是泛指全天下了。这句成语一般独自成句或者作为分句都行，有时候甚至可以做定语。重要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是100%的褒义，是包容，是仁义，是海量，是通达，是齐心协力的意思。这句话也可以省略掉之内这2个字，也就是说四海皆兄弟，这5个字简单扼要，冲击视线和心灵。其二，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这里面的四海顾名思义，明晃晃就是点题的韩寒的这部叫做《四海》的电影了。因此四海在王一博的语境当中，除了广义的全国、全世界，甚至五湖四海，更加定向专指了四海这部电影。其三，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这里面的四海之内更加趣味的指代了播放四海的电影院当中了。那些坐在里面静心观看这部电影的人，其实都是我王一博的摩托兄弟了。这层意思其实藏得很深，恐怕喜欢看表面的小伙伴们很难会心的一笑的。这个王一博欲语还休的那个鬼马的心机，真的是多多益善了。其次，
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表面上的意思跟第一层的意思一模一样，最简单明显不过的了，那就是韩寒、尹正和王一博都是赛车的热爱者，而尹正和王一博还是彼此都知根知底的老牌的车友。既然这部《四海》讲述的就是赛车手自己的故事，那么大家伙都是同道中人，自然都是摩托兄弟了。这个说法再清楚不过了，对吧？因此王一博相当卖力的为自己的两位好友宣传，都是摩托佳话，都是兄弟情谊，对不对呢？这理解也对也不对，因为只理解对了一半而已。其五，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里面的关键字无疑是摩托这两个字了，而摩托又是王一博由来已久的专属的代名词来的。摩托姐姐就是这个专属的代名词下地球表面上最大的粉丝群体存在的。于是乎，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延伸开来就是四海之内皆摩托我的兄弟，或者说四海之内皆王一博我的兄弟。这层意思其实藏得最深，几乎是近乎哑谜一般存在的寓意所在了。这份豁达与通透，明白的人自然明白，包括中国最强一代的笔杆子出身的作家韩寒，这点再清楚不过的了。这种哑谜是相当考究、相当讲究的猜枚行令的套路，因为无论你怎么去理解都行，都不会把你带偏或者带歪的。说到这，您知道划拳、猜枚、行酒令的最高的境界吗？所以说，如果您最后读懂了这最后一层的意思的话，那就是王一博的真兄弟了。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霸气，也是一种舍我其谁的勇气，更是一种相逢一笑皆兄弟的鬼马自信了。怎么样？这份的豪情您感受得到吗？说到这，更加好玩的趣味点就来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2年的2月2号下午4点24分，赵丽颖突然之间发博，支持韩寒的这部电影作品《四海》，并奇怪的配文 Welcome again。 于是乎，立马就被人认证成为职场体面人了。不到半天就有 1.6 万的转发， 2.3 万的评论，以及 21.7 万的点赞，其影响力真的是好快。奇怪的是，很多的粉丝都出面开嗓接话，帮赵丽颖解释说，这次只是还韩寒一个人情罢了，大家伙不要去骂他。说到这儿，我忍不住要赞一赞这个鬼马的赵丽颖，跟鬼马的王一博一模一样，总是心机满满，满到了绝大多数的人都猜不到，更猜不透，只能想当然的从字面上去简单的理解算数了。那么表面上又是啥意思呢？表面上的意思其实有3点。其一，赵丽颖曾经跟韩寒合作过一部《乘风破浪》，当时的韩寒还没有正正式式的完完全全的商业化，还曾经大大咧咧的在赵丽颖和彭于晏的面前亲身的耍宝了一番所谓的撩妹的技巧。如此看来，这两个人的关系在当时就已经是亦商亦友的好朋友的关系了。回看5年前的几乎是同一天，也就是2017年的1月28号，这部记录着这两个人交集和友谊的《乘风破浪》
正式的上画了。所以呢，赵丽颖这一次掐着时间点奉献的 Welcome Again 这2个英文字，一样是不难读懂的一语双关的了。这 Welcome Again 这是一次对当年友情的记忆重提和再度的致敬，也是一次对新片《四海》的大大的点赞和期待了。Again 这个词在这里面很有意思，非常值得说到的。在这里 Again 就是简单明了的希望这种相同的赛车题材的电影能够继续赢得当年的骄人的成绩，大热并且大卖。要知道乘风破浪的成绩真心不错，上映26天而已，票房就累计突破了10亿了。而在乘风破浪上映之前，韩寒在接受各大媒体采访的时候就爆料说，总投资是 1.6 亿，自己的霆龙影业投资占到了1半以上。这只是制作的成本，乘风破浪为此还做了大量的低价预售，也就是所谓的票补，再加上其他的宣传营销的成本，前期真的是不少。根据业内营销公司的一般的套路，一般国产商业片的营销的成本已经达到了投资额的 30% 上下，甚至有 40% 去到 50% 之多了。因此呢，乘风破浪的宣发成本如果是5000万计算的话，加上制作成本，总投入就是 2.1 亿了。那么10亿的票房，出品方分账得4亿，减掉成本，净利润超过了 1.84 亿了。请留意乘风破浪之前的公路电影，也就是冯绍峰所主演的《后会无期》，成本是5100万，韩寒最后到手分到了3000万而已。因此呢，乘风破浪让韩寒享受了一把资本当家的甜头出来了。聪明的赵丽颖也是看在了自己的眼里，笑在了自己的心头，了解的明明白白的。不得不提一下的是，比起冯绍峰所主演的《后会无期》，赵丽颖所主演的这部《乘风破浪》明显成熟了不少。电影叙述的方式更加具象化，更加故事化了，因此少了那些尴尬的文字化的操作了。讲故事也是够接地气的了，所有的笑点和 BGM 都很韩寒化了。韩寒标签的各种的狂放不羁和现实社会的各种残酷温暖勾兑在了一起的话，仿佛就成为了一杯无法释怀，让人印象深刻的鸡尾酒了。说到这，您也就应该明白了吧？不断突破自己的这个韩寒，被赵丽颖献上了祝福 Welcome Again， 实际上也是 Win Again 的代名词了，或者说 Win Again and Again 的代名词。更何况韩寒现在还在火拍《摩托兄弟》，也就是王炸弟弟王一博正在热火朝天的制造着下一部的《长空之王》。所以呢，从韩寒和冯绍峰的《后会无期》到韩寒和赵丽颖的《乘风破浪》，再到赵丽颖和王一博同时献上祝福的现在的这部《四海》，再到韩寒和王一博正在进行当中的《长空之王》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这一份四海之内接摩托兄弟的稍显复杂的娱乐圈关系网，您理顺了吗？其二，表面上看的话，四海的票房压力危机感现在非常的大，非常的严重。因为众所周知的，跟正剧之王的弟弟长津湖之水门桥去撞车的话，这勇气
真的是很逆天的了。所以呢，王炸弟弟王一博其实也是很累的，因为王一博前脚刚刚帮巨头伯纳完成了政治任务，后脚就要去帮自己的四海兄弟打打气了。这种尴尬肉眼可见了，真的是谁都不能得罪的。而且这回四海的作品质量和相关的网评再次的两极分化了，而且分化的更加的严重了，甚至还遭到了一些专家学者们的一致的痛骂。影视平台现在的评分，目前为止居然还是不及格，才仅仅 5.6 分的低分，跟证据之王的弟弟那 7.2 分的成绩比起来的话，真的是相差甚远，很难追上去了。所以呢，王炸姐姐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匆忙的出来打 call 点赞支持，真的算是明晃晃的亡羊补牢的工作来的了。其三就是 welcome again 的表面上的或者说字面上的意思了，也就是 welcome again 本身的含义了。我刚才已经说了 welcome again 应该是 win again， 那么为什么非要用 welcome 呢？这么一个貌似有点怪怪的表示欢迎的英文词汇呢？这恐怕就是赵小刀的聪明之处了。 welcome 有着浓浓的邀请的意思在里面。 welcome again 如果理解成为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的话，那么您能看得出来主语是谁呢？宾语又会是谁呢？很明显，这种貌似中式英语的表达的方式，其实正是说明了老朋友韩寒已经几次或者说3番5次的邀请赵丽颖去帮忙撑场，去帮忙救急的了。所以呢，这个聪明的赵丽颖，而且往往都是心直口快的这个赵丽颖，碍于情面，不得不间接拽出了中式英文来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出来，而不是通过太过直接的太过容易读得懂的中文了。说到这，您彻底看懂了赵丽颖的真实的意思了吗？总之，赵丽颖 welcome again 的这两个词以及这3层意思，说白了，从表面上去理解的话，都是点到则止的操作了。然而呢，更深的一个基于四海的关系上的解读，恐怕就很少人能够看得出来的了。首先，我先来问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吧。您感觉为什么赵丽颖选择2022年的2月2号去发布了这条 welcome again 的信息呢？而不是跟王炸弟弟同样的在1月19号的时候提前释放出暖暖的祝福出来呢？显性的原因就是因为春晚和野蛮的缘故了，因为这两者都是压在了赵丽颖左右肩膀上的2座大山。现在绝对不容有失的第一次的春晚的任务终于圆满的完成了，所以呢，终于可以稍稍喘口气的这个赵丽颖，自自然然的可以收拾起来了紧张，可以放松下来了自己的情绪了，可以开始耍耍脑筋的了。那么隐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话说，有匪的播出时间是2020年的12月16号，而结束的时间是2021年的2月3号。于是乎，在这个刚刚好1年前，大热的有匪正式告一段落的日子里，大大方方的用 welcome again 来拽一拽自己哑谜一般存在的国际语言，仿佛那一股后会有期的
儿女江湖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这就是藏在一切一切真相的背后，以及藏在所有时间里的最后的秘密了。这就像是王一博在自己的年里面反反复复唱到的那一句 Stand up， 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遥相呼应的。Stand up 在从字面上就有70多种不同的含义，最简单最原始的就是站起来站出来的意思了。而在新闻我永远都会与别不同的视角当中， Stand up 可延伸的意思那可是数不胜数的，其中就包括不要服输，不想再等，不想再忍，等等等等，万千万千的意思在里面。如果加上广义无比的爱情的含义，那么两者之间的交集更加是能够上天入地的了。有时候中文的含义已经无远弗届的了，一句王一博的四海之内皆摩托兄弟，你能想得到其中5层的含义吗？接下来一句赵丽颖的英文 Welcome again， 你有猜得透赵丽颖欲语还休的背后那缜密的小心思吗？爱就要 stand up， 就不要害怕，就不要退后。爱就要 welcome again， 就要热情重燃，就要共闯明天。